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大鱼食堂。今天我们用100%中种法来烤2个北海道牛奶吐司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个面包就像婴儿的小脸蛋一样柔软有弹性。先来做一个中种面团，详细的配方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。中种不是面种，中种法是一种发酵方式，将面团材料分成2个部分，一部分是中种面团，一部分是煮面团。先将中种材料揉成团，发酵之后再和煮面团材料混合，之后的步骤和直接法基本一致。中种面团经过长时间发酵，可以唤醒谷物的香味，使面包充满独特的香气，同时可以缩短煮面团的发酵时间，延缓面包老化。100%中种就是把面团材料中所有的面粉全部用来制作中种，煮面团中是没有面粉的，这样可以让面团的含水量达到最大，做出来的面包也更柔软更蓬松。因为长时间的发酵会强化面筋，所以中种面团只需要揉匀成团即可。室温发酵3个小时或者冷藏发酵17个小时，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灵活的。我这次用的是室温发酵，3个小时后面团长到了原来的3倍左右，撕开中间是蜂窝状。把中种面团取出来分割成小块，便于和煮面团中的材料混合。我用了飞娟老师的经典配方，但是减了1半的糖，也省略了奶粉，因为我这里的奶粉在搅拌过程中无法完全溶解，会结块。吐司的含糖量超过了面粉的7%，想要发酵充分，最好用耐高糖酵母。不过我这儿市面上的干酵母也只有1种，建议大家可以用鲜酵母来代替。因为中种面团是室温发酵的，在揉煮面团的时候，需要在搅拌缸外面包上冰袋，防止面团升温过快。如果是冷藏的中种面团，不需要回温，直接使用就可以了。相对直接法，中种面团揉起来更容易。配方中的黄油量很少，可以在揉匀以后放，也可以和煮面团中的材料一起加入。揉好的面团很有韧性，轻易扯不断，很容易拉出一个均匀的薄膜，破洞边缘光滑无锯齿，这是面团的完成阶段。把面团整理成圆形，室温松弛30到40分钟。40分钟后给面团排气，分割成同样大小的6份，分别滚圆。盖上松弛20分钟。松弛好的小面团按个坑是不塌陷不反弹的。把面团擀长，排气，翻面，卷起，再松弛20分钟。松弛能让面筋链有时间适应新的长度和结构，从而更好塑形。松弛好的面团轻轻擀长，压去边缘的气泡，
翻面，压薄底边，从上向下卷起，中间要紧，但外圈要松一点，卷太紧会影响吐司最终的高度。一般认为卷2圈半到3圈最为合适。这是2次擀卷的做法，比1次擀卷做出的吐司组织要更细腻均匀。我用了2个450克的吐司盒，3个面包卷在吐司盒里要按同一方向排列。最终发酵适宜的温度是35摄氏度左右，湿度80%，可以在烤箱里进行。下层放一个装了热水的烤盘，发酵1个小时左右。当面团长到8分满时，取出模具，预热烤箱到180摄氏度，在面团表面刷一层薄薄的蛋液或是牛奶，手法要轻，边缘和缝都要刷到。烤吐司主要是靠底火，模具放在烤箱底层，上下火180摄氏度烤30到35分钟。表面上色后盖上锡纸，出炉后轻震模具，排出热气，防止缩腰。因为面团含水量高，100%中种法做出来的吐司非常柔软，有着极好的弹性和口感，而且不容易老化，制作时间也相对灵活，非常值得一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感谢收看，我是大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